结果那一天晚上就喝得很醉，然后就有一些兄弟朋友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玩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，然后刚好。这个便衣刑警就出现，你爸气疯了，气疯了。然后他甚至还当时讲了一些真的很冰冷的话，就是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干扰我的人生？说原本那一天是敲发片记者会，那就把它改成道歉记者会好了。结果宪哥那一天道歉记者会就自己杀过来，结果是他自己突然就开始走父子情那一套了。他能够这么的叫什么口无遮拦的讲话的对象，口无遮拦，是口无遮拦，真的，应该不是这样。最近非常火红的呢，就是 MBTI， 你有测吗？我没有测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哪一个。你没有测，你怎么会知道你是哪一个？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啊。No， 那个是测出来，它是一个，它好几题的作文要10、20分钟。他就是因为太多题了，所以我不想测。没空。但是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怎么可能？懒人知道。懒得测。我是 I 人，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可以变 E 人。其实对，我测完其实也是。我觉得人类基本上都是。你平常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时间，然后me time冷静，不要有人来烦你。但是如果就是逼不得已的话，你还是得去面对一些你不想去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这样吧。可是有一些人是他并没有觉得那有什么逼不得已的，他就是一个社交牛叉。哎呦，就是你们没有怕任何的聚会，或者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今天提早来化妆间，然后遇到一个不熟的艺人，然后你会主动跟他聊天哦，还是会打一下招呼啊，就会尬聊一下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有空？”这样。可是你不会，他都来了，要赚钱。没有，那你会怕吗？不，还好，但除非是那种就是酒局，你知道那种就会怕，因为怕有一些人就是会酒局有什么好怕的？因为酒局就很多一些大老板们，然后聊起来就可能大老板，对，就是这种酒局啊，这什么我没去过大老板。一些我们的酒局是说有一些可能不是很熟的，就是同年纪的朋友约，对，然后我就会说好啊好啊，可是根本不想去。没有，我觉得 E 人不一样，是说像我们 I 人，像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很像 E 人，因为要工作，然后要把那外放的那一面展示出来。可是像我们这边的人，我们等下录完一上计程车，我们是松一口气，对，就是觉得结束了。可是 E 人来说的话，是坐上计程车有点空虚。我相信米娅是I 人，是吧？然后李毅你不是 I 人，我是 I， 他不是。你在那边的时候，我想说你怎么会坐在那边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看起来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上我们节目聊旅游，你废话连篇。那是我要打断，我要打断。你说你还有鳄鱼的那个，是不是你讲的？对，我的工作就是要聊废话，爬到上面去讲那些东西。医生的那个，我根本就把别人的话都讲完了 ，OK？可是就是我的工作啊。可是，一结束之后，比如说像E人，他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去吃东西？吃宵夜，吃晚餐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局我通常不会去。你自己看演艺圈，哪有人约过我？有啊，你都去跟人家打牌啊，他都你有去跟人家打牌？对，打牌那么尴尬的事，你也去？而且他是打牌在我家，他打牌打完，他还会去玩狼人杀，或者是他们会约密室。超1的，好。他就密室超密室我不敢去，因为密室很多密闭空间，那他可能会有很多。不是因为密室，我真的解答不出来那个秘密。纯粹不会玩吗？不会，纯粹不会玩。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那个跟 IE 无关的。带我女儿去妖怪村，然后就有密室逃脱，然后里面就是，比如说你要猜出这个东西是哪一个中国的香料，然后是什么什么东西，对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，我好像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因为我大姐她就是，她应该是我大姐就是那种跟小朋友在家会很放松，她就说，哎，我觉得好像是闻过呀，大海好像闻过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带领着我们就闯关成功，然后完全没有派上任何用场，然后觉得说这一切都好可怕哦。不会，那你要跟李毅去玩，他超强，他跟徐凯熙超强，还有王豪平，他们这3个人哇无敌。我们昨天3个人刚玩完呢，是不是？而且一个人，而且你知道那一个人要2000多块，有时候还有听过最贵还要4000多块，我说哇塞，好浪费钱哦，怎么会去那个地方？不会很好玩啊，很好玩的。你也爱玩？我也蛮爱玩的。我们是要交换座位啊？没有，我觉得玩密室是
哀人的事情呢，其实很哀人，因为关在都跟自己的朋友，你就只有这一群朋友，然后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一起解谜。而且某方面的你唯一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叫朋友闭嘴，就是那个时候。等一下，我要解谜，等一下先闭嘴。可是你们都解得出来吗？解得出来啊，因为你要找线索。所以那我就是笨人。你在 MBTI S 人，你是 S 人啊 ，S 人。哎呦，因为我的脑筋不愿意用在工作其他的地方。如果可能是品酒解谜，你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可以，我可以。这个威士忌解谜。你还有些密室是进去先发啤酒给你，让你边喝边玩。对啊，有这种？有。不要，我要在家自己一个人喝。你要纯喝酒，那你很哀耶。我超爱的。对，因为你只想一个人。因为别人，我都问别人说你们爱不爱喝酒，他说爱啊。他们都会跟约朋友去哪里什么什么餐酒馆。我说啊，我说你们不会一个人在家喝吗？他说一个人在家喝不是很无聊。我说那才是真正的享受。我也觉得。你先把那个 iPad 架在那个面纸盒上面，然后调到你要看那个。哎，讲太 detail 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本来很舒服，我跟你讲，这好哀伤哦。然后你就是先看，然后因为你就已经事先点了 Uber E， 然后等到那个 Uber E 那个来了之后，你赶快这样，然后再配那个酒，然后你就一边看一边很爽。你就觉得说人生，c'est la vie 啊。对，我主持再怎么累，有这个时刻我就够了。可是我感受到你是哀人这件事情，我超哀的。因为本来可能大家看你荧幕上的形象都会觉得你可能是超一的，或者私底下就是很像疯子这样。可是有一次是因为我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上康熙，然后呢一直上到2015年，因为我本人个性实在太哀了，我都没有跟你还有康永哥合照过，就是上了将近10年，然后就是每次都要跟你要求要你有想拍是不是？想拍啊，每次都手机拿在那里，然后靠近啊要退回来这样，因为就觉得不太好意思。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，有一次那个康永哥的经纪人就是盛芳姐，就他不知道哪里看得出来我想要跟你们拍照，他就在录影前偷跟我说：“弟，你如果想跟他们拍照的话，等一下来休息室找我，帮你讲。”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开心哦！那我幻想你们的休息室里面就很欢乐，跟康熙节目一样。可能啊。结果就是你知道休息室敲门一进去，哇，里面好像在禅修还是什么，超安静的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任何声音。你知道那化妆师要补妆是这样。超安静，然后盛芳姐就跟刚永哥就说用气音这样就说，刚永哥，好吧休息，休息。我真的听，我在很近哦，真的收音，那些公司听不到。他又说刚永哥阿本想跟你拍照，然后康永哥再用气音去跟你说 S， 我们跟阿本拍个照，然后就拍完那个照这样。其实我们化妆间会这样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康永哥的关系。他也是大爱人。他不喜欢废话，然后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我的化妆师感情很好，我们会聊一些小孩的事啊，然后就是比较欧巴桑的话题。然后等到那个我们走出化妆间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那个化妆师话蛮多的嘛。”好恐怖哦！不是爱人，好可怕。可是因为你现在自己一间休息室，你们有时候经过那边都，因为我们。换到这边来之后，因为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嘛，对啊，然后就已经熟了。然后我常常会跟他们很认真的讲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。可是因为我讲的实在太生动有趣，他们就会一直觉得说，好喜欢听你讲你家的事哦。可是我都在讲我家的家人的坏话。这个最好听，好想象得到，精彩。我真的很不了解你们到底有多不怕啊？都不怕。比如说我们跟哪一个露营，哪个也是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E人啊。就是哪个是E人？他是E人，因为我们刚好凯西也是啊，所以我们一在棚内的时候，不是在休息室的时候，哪个就会边吃花生嘛，他就啊一下会有时候花生皮会卡在喉咙，他就录音啊，等什么？你知道就是有那个气氛，什么东西等什么？录影啊，录影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卡到喉咙了，意思是说他会先开炮的那一个。就是会先讲话那个，对我们来说，那个就是一个氛围，所以我们喜欢在那个氛围。要不然我就要刚开始录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就是要动脑，那你还没有暖机的时候，你整个人会空在那边。所以我觉得他会先喊出来，气氛出来了。对，然后陈哥就会说，就跟化妆师说，来弄我，弄他，就是他要装法的意思。弄我。对，就是会，你知道会讲一些这
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陈哥也是E人，对，他是，而且他在喝酒的时候，哇，他更E。所以你听到里面就是欢笑声，就是一大堆的声音，你会就是毫不客气的就直接进去加入他们吗？当然啦，一定要的。你不会想说哇，等一下要聊什么？会不会我一进去就是立刻尴尬？不会，我觉得我所有的节目录。让我有一点点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节目啊，因为里面的化妆师是几乎不认识，然后因为跟 S 姐也没有这么多的交集，没有，你根本没有进我化妆间呢。我是说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化妆休息。所以你来录《小姐不吸地》之前，你会觉得说哦，有点尬尬的，会。那你干嘛来啊？就理所当然是我的工作。今天怎么有空啊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上次能跟的节目就好啊。我上一次我们主持人给你那么大的压力，你跟我来。我们只是不吃花生而已。不是因为我就是很想，也没有很多啊，因为很想看到对方，没有了，因为我很想看到谁？看到你们。为什么？突然表白，对啊，就是。可是你压力很大啊。会发挥你艺人的那个压力，我那个压力我是可以而且你解决的。不是来过蛮多次的吗？对，就我有时候还是。所以每一次都在怕。现在好一点了啦，我上次那你在怕什么啊？不就不好聊啊。所以其实他是社恐，不好聊。你是说错边了？没有，我是露西派是真的第一次。大写的一啦。他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我是第一次。你有觉得怕的吗？我其实还是稍微有紧张，可是不会到怕。我自己觉得E人是怎么样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好像很喜欢出去玩，但其实不是说一直泡在那个人群里面就很开心。对，有时候就是说，一个人会比较容易无聊，然后接触到人群会觉得，我今天又有个新的颜色、新的 energy 出现。颜色？你怎么会？你会变色？就比如说我今天遇到派对客，我可能就会聊一些比较潮流一点的，聊年轻一点的东西。然后我今天如果遇到前辈，比如遇到康哥，我聊不一样，聊节目的东西。那你如果遇到我的话，要聊什么？我其实很想要跟你说，就是我的姐姐其实很喜欢你，小时候我都跟着他们看你的节目。你说 Sandy 吗？对啊，他们好像都没有在节目上讲过。其实我的大姐、二姐 ，Sandy 一直想要假装就是不在乎我啊。没有。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康熙停了之后，接康熙的节目就是你姐姐跟你爸主持的，对小明星大跟班嘛。对。然后每一次他就后来越来越受欢迎嘛，然后每次记者访问他，他都是聊他自己的事啊，然后什么叭叭叭，从来没有提过说啊能够接到小 S 姐的节目什么叭叭，对，没有 Z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会在意这个事情？我没有很在意啊，是你讲说他喜欢我，我根本感觉不到啊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姐姐们是真的有喜欢，所以不敢讲。我们也是，我就可以诚实说。艺人不就是要讲？对，我就会帮他说出来啊。因为小时候我是一个小学男生的时候，他们是国中女生，男生，他们就会看那个你们的。我跟你爸主持的，我猜，还有煮过菜的节目嘛？什么？反正我姐姐就很喜欢。对，我姐姐就很喜欢看 S 姐在节目上毒舌。所以小男生我就会跟着看，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紧张到的。可是你们看我一紧张，我整个一起来，屁话停不下来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社交牛逼症的。我们到现在，我的朋友来我家，因为我家很常开 party， 我们的综艺节目都是看康熙，然后跟 S 姐的这个片段，就是不惜看康熙，没有，因为康熙没有康熙很多，你们就不能看小姐不吸地吗？有，我的意思，每周1到5晚上10点都有新的。没有，你知道我每次被路人拦下来，我就很火大。他说：“S 姐，我超爱你的。”我说：“谢谢。”他说：“我真的好爱你的节目。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到现在还一直在看康熙。”他说：“太气。”当然，其实没有。康永哥后来他有很有智慧的说，其实我们曾经做过的节目被别人喜欢，都应该要懂得感恩。当然。那现在别人还是喜欢，那就让他们喜欢，你干嘛一定要逼迫别人？是啊。可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小心眼呐，我就说没有，你只要跟就是这个节目，你就不是有时候有人会来宣传，就是演员啊会来宣传他们的戏嘛，然后你都会跟他们有互动。上次我看到的是王世贤大哥跟蔡正南大哥，对，然后你一直要抢我，那个我是从头看到尾，因为有一些都是精华片段，可是要看就是要从头看到尾。
尾那一整集才要看。奶哥的那一集好像也是他的专访，感觉因为他一个人做一个长长的嘛。哪个？哪个有啊，那集还有拿那个爱的小手，爱的小手打你屁股，那个也是从头看到尾，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好看，就是要叫朋友一起看，然后吃饭喝酒聊天，就是要看这一些，然后搭配我们节目。对，因为现在是没什么综艺好看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会这样说？你怎么会这样说？经纪人出来哪个那是打牌的，那打牌不一样，打牌可能有些是专业的人士，然后我们站起来解释。你自己还有个节目哎，小明星大跟班你也不看哦？还有小明星大跟班还可以吧？小明星大跟班那个东西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这个什么哪里不一样？我觉得主持风格不太一样。吃饭喝酒的时候适合看吗？吃饭喝酒你是不觉得他们的主持风格吗？也不是这么说，我是觉得，因为 Sandy 姐比较没有你好笑，比较知性。真的，我也觉得，知性，他是走一女神，对，他手现在很抖，没有抖，我抓着，没有抖，对，你好像不太会社交哎，我跟 Sandy 姐没完蛋了，不会，因为我讲的真的都是收不回来。不是你别说，是这一集要重录。没有，我因为你看说得金钟奖什么的，没有 Sandy 姐出过书嘛，对，然后她金钟奖的金钟奖，但是就是没有我好笑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的反应是快的，那她是慢的。文琪啊，文琪，不是他，你每一个洞都踩进去。请问一下，不是社交牛逼症的人，应该同时也要很会说话吗？对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社交牛逼就是像文琪这种，就偏乱讲一通，对。因为我们有时候跟这种艺人出去，也会就是会傻眼，就觉得很尴尬。因为我发现 I 人会比较注重讲话会不会得罪人，对，会想自己有没有感同身受，真的。因为像露西派也是一个很乱讲话的人。我其实真的很在意我有没有讲错话。可是你被你爸骂过多少次啊？他都会夸饰的来骂我，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害怕讲错话的人，因为我实在讲错太多话。可是我同时又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天分，我好像非常擅长引别人认识我。一个不小心的情况下，人家就认得。以前那是因为你爸的关系，对，就是这个 match 起来，对不对？单纯如果今天我只是宪哥，他我有个认真的问题，是来了。你爸每次骂你，对，是不是在家里先跟你串通好，说我等下会怎么骂你，你就其实打预防针，其实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，他是真的生气吗？他都是真的，而且他在节目上或镜头上面骂都是10% 的力道，他私底下骂真的很难听。回家骂更狠。对，我常常被退出家庭群组啊。那你怎么回去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因为你真的出过很多次包，哪一次他是真的气？我觉得他从第一次我发现实动态说要炸市政府，他就已经真的非常生气。你当时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我当时回顾一下，4年前我刚还在当兵，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放假出来一个周末，我带当时的女朋友去看医生，然后说她什么胃喷门什么鬼的之类的，胃不舒服，就是喷门有问题，对，喷门有问题，什么然后检查完之后才发现说没事，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挚友，那个时候我账号才200个粉丝，我就一个高中升大学的人而已。然后我就发挚友，我就说好险那个女朋友胃没事，不然我就做炸弹炸市政府。这是我当时当兵的时候跟同袍常一起讲这种干话，就是幽默，是玩笑，对，就是屁话，就是你们你们对内部，对，阿明哥的干，对啊，然后结果就被发到，你如果再跟我顶嘴，我就炸市政府，是这个意思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一点屁话，讲一些不可能的，对，然后这就第一次宪哥气炸，我就再也没有这个发唱片。可是他有在公开场合骂你，对不对？有，他最喜欢就是在公开场合骂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可是我也很好奇，就是有一次，就是你在那个姐姐咖啡厅要讲的时候，可是你爸爸突然冲过去，这是你知道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对你爸真的就冲下去了，哎，对，这个我其实他有一次就是要道歉，要开记者会，对，然后那个片段这个是他为什么要道歉？
对我当时我来讲好了，来，本人。我当时就是迟离演艺圈其实已经很遥远了，但是我准备了一张专辑，想说我已经沉寂了3年，我终于要回来了。这样是。在发片前3天，我破天荒，朋友邀请我圣诞节去夜店玩，我其实不是很常去。为什么是破天荒呢？因为我其实没有再去，那个时候才20岁。就是没有什么去过，还没开始玩这样，然后就去，结果那一天晚上就喝得很醉，然后就有一些兄弟朋友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玩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，然后刚好这个便衣刑警就出现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停在我手上。我记得这个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跑也不是嘛，那个事情就出来之后就非常非常严重。你爸气疯了，然后他甚至还当时讲了一些真的很冰冷的话，就是说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干扰我的人生或什么。他真的很生气，然后我当时真的也蛮内疚的，然后就真的有跟家里就是分道扬镳一段时间，我还要离开台北啊，自己打工啊什么的。叫你滚出去哦？对，叫我滚出去。宪哥很严格，然后就是那个事情的道歉记者会，我自己就已经把它想说，原本那一天是敲发片记者会。那我就想说，好，记者朋友的时间都敲好了，对，那就把它改成道歉记者会好了。反正第1张专辑也是这样用的，我们就连到2次这样子。然后结果到一到，就是还没到就是情绪激昂的部分，宪哥就杀进来。你不知道他会去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当时就是前一通电话还是他就挂掉，他不想听。我就想说好道歉，好道，把它善后掉。结果宪哥那一天道歉记者会就自己杀过来，结果是他自己突然就开始走父子情那一套了。我原本是想说，就是我原本想象的那个形象是说，我从此陆剧派再也不会这样子干扰社会大众的，然后我要正式的就是好好道歉，好。结果宪哥来，那画风就转变了，然后就变得好像变成很父子情深，然后他还勾我的肩膀，就是好绿哦，即兴发挥，好绿哦。你们私底下会勾肩膀吗？偶尔啦，通常是骂完，最后的15分钟。所以你当时有没有笑到说他干嘛突然来这一套？对，因为原本我想说那个画风已经就是说我会离开，我不会再干扰姐姐跟爸爸的事业这样子这种 feel 的。对，结果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啦。对，我觉得他出来是要我觉得他算来救我，就是演绎一个说，其实爸爸也没有那么严格，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的感觉。是，但是这个事情他终究其实还是气到现在。你现在敢跟他顶嘴吗？不敢，还是没有就没有意义嘛，就寄人篱下。因为你也顶不过他啊。对他，我说你也顶不过他嘛。我就没有兴趣去跟他顶嘴，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说。他能够这么的叫什么口无遮拦的讲话的对象，口无遮拦，是口无遮拦，真的，你也不是这样。我觉得还 OK 吗？好喜欢露西派哦。你明天会不会有另外一场道歉记者会啊？不会，还是等下宪哥会进来？先道歉。这里，我们欢迎宪哥。你竟然说你爸骂你是口无遮拦。我第一次听到，就是你知道，宪哥3个女儿，1个儿子是我嘛，女儿就比较会撒娇。他父亲节的时候，大家从小到大每一年都写那种很可爱的卡片。对。然后我3姐还是学美术的嘛，就会做那种甚至3D 的啊，什么很厉害，立体香水。我就从来都没有写过，因为我就是小男生。你没写过卡片给爸爸？我就觉得很尬，因为小男生嘛，他也不是说那种儿子啊那种很常那样的爸爸，我们就好像有点关系不太熟识。直到后来，你也不觉得你是边缘人在家里？以前，但是我也就觉得还好，因为大家各忙各的。小时候姐姐都出国了嘛，然后后来我就是去年我第一次写父亲节卡片给宪哥，你写内容是什么？我内容其实真的就是想要表达我这一段时间真的做了很多荒谬的事，然后他其实留了很多给我，我是真心感恩的。然后我就在卡片里面写说，总之我觉得我最想讲那一句就是说，谢谢爸爸平常对我的真诚啊，是难能可贵的。是因为我就觉得说他平常其实看很多事情。人事物都是很想骂的，但是他只敢骂我，所以我可以承接到他最真实的想法。他平常都很憋啦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我不是他儿子，我是一个小艺人，听他讲这些也 OK， 抄个笔记，我现在都这种心态在面对他。那他看完卡片有给你什么反馈吗？我们就没有吵架，大概2个礼拜。他有感动，2个礼拜，就保持比较友善的关系，撑到下一个。等于说他感动到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其实很容易感动，只是我同时又真的很不爱做这种就是撒娇的。你说你爸很奶油，
所以他回到家之后是任何大小事他都要骂吗？宪哥其实生活大小事是都会念，然后他是真的还蛮机车的一个爸爸，他真的很爱念。然后直到后来，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没有住在一起，因为大家彼此的那个相性都不太合。他会不会是更年期要到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35以后就一直都在更年期。对，他都一直处在情绪不稳的状态。他超不稳定的，就最近姐姐生2个这孙子给他，他有好一点。哎呦，孙子会让他情绪荡下来。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开关很极端的一个人。当然，其实我聊回来，我觉得他其实还蛮哀人的，但是他就是对他其实私底下看起来没有。你看，你想象一下，他根本就不会跟别人出去玩，或者是做任何活动，他也不把妹啊。他做事情，比如说打麻将，他不把妹啊，他真的不把妹啦。都是妹在把他，他就是不把妹啊，因为他其实很怕事情啊。哎，我们碰到这种艺人真的是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很害怕？我会很害怕，他们出的招你会防不胜防，真的。因为我之前有遇过，我朋友叫我有一次跟我说，一个很社牛很一的人跟我说，对，哎，林颖来帮我主持我奶奶80大寿的当主持人好不好？我就说你奶奶80大寿，我说我不要，那是你家族的事情，我不认识你家族。我说你自己主持，你那么一，你自己跟家族人好，你自己主持就好。他说哦，那你不然你来帮忙化一下妆好，我有一些阿姨啊、叔叔啊想要化妆吗？有点过分。就是平常嘛，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们有上电视的人，然后可能会打扮，然后卷头发，我说哦好，那这个我可以，我去帮他们上粉或什么的。好，然后活动开始，我就在旁边也坐着嘛，然后这边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在那边要祝奶奶就是庆生，要唱生日快乐歌，蛋糕推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要站起来要去帮忙推蛋糕，他就突然讲说，哎，奶奶，我跟你说。他脚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现在鞋子脱掉，帮奶奶用脚化妆。奶奶愿意吗？然后奶奶，你知道感觉也有点重听，然后他就说奶奶你坐这边，然后奶奶还真拄着拐杖，然后就在那边坐好。坐下。那你把鞋袜脱了，你要开始扣没压力有，我当然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啊，我就只好莫名其妙就边说好啦，没有开玩笑，今天奶奶80大寿，让我们一起祝奶奶生日快乐，就突然莫名其妙。长辈一定会觉得很没礼貌。对，莫名其妙又变主持人了啦。你懂我那意思吗？主持全场吗？对啊，就是他突然 cue 我用脚帮奶奶化妆，然后我在那边把棒接过来说啊没有啦，朋友很讨厌艺人啊，就他们那些，就是不按牌理出陈牌啊。白目怎么就怪到艺人身上？没有，他们就觉得好像想讲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讲，就是不会看场合讲任何话。请问艺人跟白目可以等于有等？我觉得某些人因为他们不觉得丢脸。没有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应该也不是全部。我是觉得李毅刚讲那个，我有一个分享。我以前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疯狂的开始疯狂的社交，然后社交到一个程度呢，我后来啊，就是认识了很多人，我去主持哈佛大学的春晚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哎，那个来自台湾的那个派哦，然后唱饶舌的那个很好笑。后来他们每一个学校就一直敲我去主持。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我爸是宪哥，我就超有成就感，我就觉得哎，这是我的实力，靠你自己。对，然后我还主持他们也有办过，就是像是我爱红娘那样子，然后大家准备嘉宾资料，还有 VCR 的，那一天晚上还牵成3对佳偶，学长学妹啊什么的。重点是完全没有人知道我是吴宗宪他儿子。所以你在美国的学生的主持界是红的。对他们真的就觉得说，反正你就给他$200，露西派就是会来。然后给他麦，你就告诉他今天晚上要干嘛，他就会主持。你完全不尴尬哦，完全不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都讲宪哥的梗，但是他们都没听过，我就在那边对讲中文的中国同学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露西派很好笑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家庭。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觉得你爸是吴宗宪很屌？我其实就是真的都没有觉得过，就是真的变成白血。不是，真的就是吴宗宪呢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他当然就是一个很特别，但是我不会真的去比较说我爸比你爸屌，我爸赚很多钱什么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社牛的人嘛。我其实从小学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没有崇拜过他吗？我觉得那个崇拜反而是崇拜他，不是他的地位，而是他的工作态度。因为他真的不休息，他怪怪的，他都不休息嘛，很认真，不回家，对他不回家，对啊，工作的。这样是没错，可是我觉得你好像还有一点理性。
你说我吗？你不太会乱说话。我觉得我真的超级E，因为我每一天就是有时候去练习打网球，最近我就是去参加网球啊，然后或者去跑步，每一天都是认识新的人，然后每一天至少都认识10个以上的新朋友。天哪！然后像我昨天，好累哦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很有兴趣，就是想练习英文，然后想学一些科技相关的，然后我就逼迫我自己去一个200-300个人的，全部都是工程师，然后科技业的一个展览会，然后就是男朋友吧。也不是啦，没有，但是里面就是大家都是在 networking， 就是大家是互相就是连接，就是想看你在哪家公司工作，然后我是不是有跳板可以去另外的公司，然后我就直接混入我就是完全没相关，然后我就是进去，然后开始跟大家大聊说，哦，所以你在哪一间科技厂，然后你做的是哪一些东西，就是我是完全不怕生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就是尬聊，所以话题也不会就是尴尬到停，对，不会，我就会想办法帮他扯到，说那你们说不定那个，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是跟你真的很没相关，我就会想办法尽量把它连接到可能跟我有关的。那如果那个 party 结束之后，几个工程师说要不要一起去吃火锅，你会去吗？我会然后我可能还会再找一些新的朋友，就是我超级喜欢把不同的朋友圈并在一起。对，然后因为派翠克就是很哀的人，然后所以他就超级讨厌我，每次私底下出去的时候。他有约过你是不是？有，而且每次如果他们有约我，都会确认这个里面会有谁。只要有一个我不认识，我就会说，我明天还要工作，对，下次。这么哀哦，他超哀，我觉得很麻烦啊，要认识新的人。而且因为我们班底里面其实很多人看起来都很E，但其实他们都很哀，像那个 Peg 也是，然后小小也是，许安芳也是，小小很哀，所以跟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毛超多，因为像我就是无所谓，是你是唯一怪的人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本来就是在场的连他的名字都不讲，我们都会一起安安静静。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助理超E，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接下来有工作，我就带他来摄影棚。然后之前在旧棚的时候，不是还有一间有放便当的地方，就是很多有镜子的。对。然后那里很多人在休息，其实那里也很多艺人在休息。然后他来，他就也是第一次来，然后他竟然坐在那边笑了40分钟，因为他觉得姐好好笑哦。他就是因为他在看，然后他把那边当舞台剧在看。他在等我录影，但是他在里面，就是因为助理应该是很冷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，他在里面笑到就是看节目录影吗？哦，你在看节目录影？对，他在看你们现场，在看现场的荧幕的时候，他在那个休息室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艺人，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但他笑到不行。然后是我后来听到其他班底跟我讲这件事情，然后想说不行，我现在已经要疯了，我要把他带走。然后我就把他带走的同时，我就刚好遇到小钟哥，因为我们在日本有遇到滑雪，然后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滑雪，然后他就很兴奋的看到小钟哥，然后就很想跟他打招呼，但我就一直眼神示意他，就是你给我冷静一点。然后结果他到那个电梯，我们好不容易坐到电梯哦，那个门要关起来，然后小钟哥跟我说：“哎，米娅，拜拜。”这样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小钟变超瘦的这样。”然后我就看到，我就很想要赶快再把电梯按回去，还是忍不住了。对，他忍不住。可是就是我知道他想要表达他很兴奋，可是我会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还一直在想说，小钟哥会不会误会？就是我助理是不是在讲他什么？因为那个电梯就是关起来，可是那个小钟是很大声的传出去。后面讲什么他可能没听见。对，可是他只是想要说他本人好好笑，但他好瘦哦这样子。然后，可是我就会一直想说，我下次碰到小钟哥，我要不要跟他讲说，哎，其实我助理是因为很喜欢你，因为我很怕被误会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身边只要有艺人的时候，我都会很紧张。我遇过最哀，然后让我最E，然后让我觉得有干涉到我的人，就是贾永杰的老公。你知道他有多烦吗？就是比如说他是3个礼拜之后才要办那个生日派对，然后他在3个礼拜前就打给我说，你要表演什么？我说啊，表演什么？他说对，你要唱什么歌？然后因为我就想说，因为很多你知道那种大人的聚会会请那种 keyboard 老师啊，或者什么，然后你就随便如果喝醉的人上去唱一下什么新不了情或者什么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需要先跟他讲吗？而且你每次都唱听海啊？没有，我这次唱热情的沙漠，我就说就热情的沙漠吧，那随便唱唱应该大家都会很嗨啊。我想就是已经酒酣耳热之后，然后他说还有那个我们当天会表演16吨。他说：“你给我几天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彩排？”彩排？我说彩排？我说我为什么要彩排16吨？我又没有要开演唱会。他说没有，我们是整首歌
舞蹈动作什么都要一样，然后蹲的时候都大家的 tempo 是一样的。压力好大，然后我就为了16蹲这件事，我会打给永杰说，永杰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我隔天我女儿什么的，我说我可能不能参加你的生日，你应该可以体谅我吧。他说。徐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但殊不知是因为她老公快要把我逼疯了，然后后来我就最后就去了嘛。然后她老公自己担任主持人，前面就先讲了一大堆，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好笑的笑话，当然还是有几个比较熟他的人会笑。然后他就说，在第一个节目是他邀了他的几个就是运动各个领域的朋友，唱阿卡贝拉。哇，好猛哦！很文艺耶。然后阿卡贝拉唱第一首，我们就想说，因为桃姐在我旁边，我们还一直这样。好精彩因为哦！又不是说桃姐在，又不是有多厉害，然后就好不容易他唱完整首了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呜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们这是练了多久，唱得这么好。难道没有人要喊安口吗？我说有准备安口曲。我说难道你还有安口？然后就是有一些白目的朋友就是在那边想，还说安口，然后我跟陶姐姐就这样，他就真的又在唱了一首完整的阿卡贝拉。然后后来那个我隔天我就跟贾永杰说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老公？我最后还是被他 Q 上去跳16蹲。还是跳了，你跳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完整表演完，他们就说怎么可以没有小 S 呢？然后就只好把高跟鞋脱下来。然后我就说好了，那这样的话我也只好请我的好闺蜜，因为我就把蔡康永也 Q 上去。你知道蔡康永有多哀啊？他也在那边16蹲。康永跟16蹲。那我哥应该没有可以蹲的裤。哇塞！他可以再出一本新书嘞，因为这个冲击太大了。16星后的世界。然后你说我后来就跟蒋文杰讲，然后永杰说我知道，我了解。他说因为他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跟他说，蒋永杰，我们一定要约一天出来，你老公不准在，因为我们要集体讲你老公的坏话。因为她老公有多变态，他们在练习阿卡贝拉的时候。有一个女生被他逼到现场落泪，然后还失眠好几天，因为她就唱，然后她老公还说：“等一下，你眼睛不要飘来飘去，你眼睛看定点。”这么严格哦？你说是不是变态？真的有点变态哦。然后就是一个好玩的。他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艺人，然后他要让这个 party 掌握全场。对，殊不知很多朋友都其实都在下面，就是你知道压力很大，对，心惊胆战，想说我会不会被 Q 到。就是有这种变态的艺人，这种真的受不了，这种因为压力大到真的是整个生活都乱不会，了。那个是要看人。像如果你们跟我出去的话，哇，绝对是很放松的。怎么办？对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就是很有压力。你帮朋友办生日派对，你会不会搞很大？会，学会。没有，我要先了解这个朋友。如果这个朋友不喜欢包很大，我就会把他关在家里面，就是变包厢式。可是如果这个朋友很喜欢，就是比较多朋友一起聚会，我就办在户外。而且我觉得艺人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他们很怕这个空气很宁静。就他一定要这个场子是好玩的，比如说我们之前跟我的那个朋友出去，在酒吧喝个1小杯，然后结果我朋友的女朋友就是每次到这种酒酣耳热的场地，都会介绍一大堆他的朋友，然后连他朋友的朋友也要介绍给我，就说你那个来，你来，这个是什么老板哦？哎，你也来，然后那整桌全部人都不认识，可是艺人觉得这样很好玩。陆续开就是这种人啊，就全部都这样一直说哦谁，可是我们就要提出那种。我们也觉得很好玩的感觉啊，真的，不然他会觉得说不能冷漠，不然他就觉得说派翠克私底下连态度好差啊，都不好玩。因为他也在很难记耶。你是不是擅闯周汤豪的 party？我曾经，我曾经2度闯进周汤豪的派对。什么？你们怎么会知道他的 schedule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其实共同朋友实在太多了。那周汤豪在新2代里面也算是一个大哥哥，他其实很照顾我们可能刚进来的或者是小新2代。他有想要照顾你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进来我也有跟他打招呼啦，只是他没有邀请我而已，就是刚好。我觉得不是他不喜欢我，而是说，因为你说前段时间，你说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艺人，这个很难界定。他就是没有想要跟你做朋友啊。我就是觉得说，他好像跟我姐蛮熟的，然后他对我也好像都是很客气、
很友善这样子。然后他那时候有活动，艺人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感觉不出来那个人到底想不想跟他做朋友。对。然后那段时间我为什么敢做这种事情呢？就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就只是有一些负面新闻，然后大家好像认得我的脸，但是其实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就好像有点神秘，我就觉得自己很酷，还可以进出这样派对，然后当时很喜欢跑夜店啊，然后当时都玩到每一桌我都有认识的人。后来周汤豪有接纳你吗？有啊，然后我就是拿着一个那个酒杯，然后喝了一点酒，说谢谢你让我进来玩这样，然后他喝水嘛，他这样就很帅。那个阿本，因为你是社恐的代表嘛，对啊，有没有真的因为社恐让你发生一些很头痛的事？我觉得以前我做幕后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压力很大，然后重新回来幕前的时候，其实我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压力很大，就像那时候刚来上小姐不稀奇，因为我太久没有上台湾性节目，我想说一个 I 人你要很流畅在节目上讲故事啊干嘛？其实我上的那一集啊，我自己在家里练习了大概1个礼拜。我是坐在空的沙发，你又不知道我们会问你什么，就是因为有蕊一些通告这样啊，所以我就会把我要回答背下来，然后就假装你有在现场，然后连笑都会蕊，就是好假，是假，好可怕，真的是紧张到爆，看起来好像很自在。其实我后来看播出啊，我有好像大概10分钟吧，然后我讲每一句话后面都会加一个口头禅，叫这样。我在那里工作这样，真的好好玩这样，什么什么这样，就我是真的紧张到爆这样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其实重新开始上节目，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开始会睡得很差，压力很大，然后你大家开始睡不好，就晚上一定会追剧啊，然后吃东西啊，可是你就想说吃东西感觉身材又会走样，对，而且你也知道年过30几岁之后，就吃东西晚上吃很爽，可是你早上睡醒的时候就觉得胃好像怪怪的，对，然后对啊，就整个胀胀，觉得气色不好，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好东西，然后我吃到现在吃1年多，我就觉得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。就第一个是睡得很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早上起来就是你就是气色整个状态好，而且可以很自然的上厕所。重点就是你睡前如果有自己那个 free time， 自己想要放松时间，想吃点小零食也不会有压力，我觉得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试试看。好就是这个超级夜校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，因为回到家就是累得要命。像我以前做幕后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太多身份要转换，所以我回到家我坐到沙发，不夸张哦，有时候我是滑手就会滑到2个小时以上，因为你要把整个人卸下心防，你才有办法起来，可能去运动或睡觉，或是吃东西、洗澡，所以你就觉得说哇，整个人一直处于在一个很亢奋、没有办法放松的状态。可是这下可好，就是像你录完节目完回到家的时候，就是你只有那几个小时。就是可能是，譬如说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。可是我真的没办法立刻去洗头洗澡洗。对啊，就是你只有那几个小时，你是很难就妈妈啦、上班族啦，你就是好不容易已经下班，好不容易放松，然后想要自己有一次自己的时间的时候，你开始追剧，开始吃宵夜，然后开始喝红酒，然后可是这些事做完之后，你其实又睡不着，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吃这超级夜酵素，很红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帮助很大，就是第一就是像我刚刚讲。我大概都是睡觉前洗完澡刷完牙，大概前30分钟我就关完灯我就会吃，然后就吃2颗就可以，然后吃完2颗之后你就慢慢整个人会很像慢慢放松，很像电脑关机的感觉，然后你就进入很深层的睡眠。那睡觉醒来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精神很好，然后可以很自然去上厕所，那就觉得哇，就觉得很畅快的感觉。那我觉得重点呢，就是很多人会说啊，可是你睡醒会上厕所，会不会拉肚子啊？我肠胃不好什么？对。可是我跟你说不会，它就是很自然、很正常的，就是一个保健食品的概念。所以有时候我看着那个马桶，就哇，好棒，很漂亮啊，因为我就成就感啊，一整天一开始的一个成就感。那也有人会说，可是会不会有依赖性？会不会有药性？就是说你就睡觉会不会有安眠药？也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还是很天然的成分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吃下去之后，它是让你不会有依赖性的保健食品。那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厉害呢？就是它里面的成分。所以它第一个成分呢，就是它含有那个日韩的专利伽巴。那有日韩的专利伽巴呢，它就是可以让你很有效的，就是晚上很快速的进入深层睡眠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还有双效的蔬果酵素，里面有茶多酚，还有乳酸菌。为什么一直边讲边脱啊？好色情哦！茶多酚跟乳酸菌。为什么要脱衣服？你色情公寓的哦。是这样，后面会跟大家介绍效用啊，是不是？茶能让你变瘦吗？茶多酚跟乳酸菌，那茶多酚、乳酸菌就可以很有效的帮助你做消化，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很快速的上厕所。
那我已经42岁了嘛，真的要脱了。你为什么不讲完一次脱？因为我已经42岁了迫不及待想嘛，所以我最近很认真在健身。那我在健身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效果没有以前好。那我健身教练就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啊，就觉得很烦恼。那其实透过合适的保健品，因为我有吃他们家的这个超级夜宵，说还有吃别的，所以综合起来就可以增加我的代谢率，就可以维持像我这样42岁还可以有这个健身好的体魄。有心有吧？可以吧？硬的。可是肌肉跟你的脸好不搭哦。对啊，我就是想要追求这种冲突感啊。因为很多班底有说过这个，说很有效，很厉害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主要呢就是它的成分很天然，然后很多的保健品。我觉得你自己到了某个年纪之后，你要懂得怎么保养自己。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让你睡觉睡得好，你早上睡醒就会精神很好，气色很好，状态很好，工作效果也会好。那另外就是让你把早上睡醒就把一些老废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，就可以身体干干净净，很清爽。而且重点就是干嘛？木村拓哉也有在吃。木村拓哉，对啊，所以我他保养得很好哎，保养的超好，永远是大家的偶像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变健康、变漂亮。很棒的分享。不管 I 人 E 人，今天知道露西派应该是个 C 人，crazy person。我真的不过谢谢你今天提供了很多我们很想听的故事。真的吗？而且我觉得露西派写很 real。对，真的好棒。我觉得当新二代，我后来仔细去感受，你新二代能够给观众最好的东西就是诚实。你就真实的做自己，因为大家就是好奇你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是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我做自己，反而大家真的是比较喜欢我。对，我就翘起来了。对，我就翘起来，轻松起来，秀了，连爸爸的秘辛也不放过，真的很 real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铃铃铃。